这次阅兵除了展示新一代的传统主战装备之外，也安排了部分无人智能等新域新质力量接受检阅。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了陆上无人作战方队的杜健，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杜健您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陆上无人作战方队，它整体的编程特点是怎样的？咱们先从外观上来看，这几款装备，不论是从造型上还是功能上来看，与我们现有的有人装备相比，区别比较大。首先，它的尺寸比较小，主要考虑它的灵活性和隐蔽性。但是从功能上来看，一点也不输有人装备。同时呢，无人化装备可以与我们一线作战官兵协同配合，形成更强的战斗力。我发现这些无人装备的外观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是天线比较明显，还有一个周围好像还装了不少摄像头哈。对，是的，这样呢，主要是考虑为我们后方操作者提供更好的战场适应，尤其是侦打一体的无人车本身就兼顾侦察的任务。我看你们第二排面也是一款无人战车，那这款无人战车和之前您提到的这个侦打突击无人车，它的区别是什么？无人战车的轮式底盘赋予了它更好的战场机动能力。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几款无人战车都具备锁定并自主跟随引导车或者是引导人员机动的能力。侦打突击无人车还具备侦察目标识别、告警、跟踪等智能化辅助操纵功能。我看在你们的方队里边还有一款是扫雷排爆无人车，它的外形也是比较特别哈。那它厉害在哪里？这款扫雷排爆无人车啊，履带式的底盘使它能够适应山岳、丛林、城镇等多种作战环境，可以遂行扫雷排爆、通路开辟等作战任务。它可以与无人装备编组运用，也可以与有人装备协同运用，形成无人装备独立运用、有人无人混编运用模式。这样啊，就大大降低了我们一线扫雷排爆人员的伤亡率。你们的方队里还有一辆是叫班组支援无人车，顾名思义，它应该是为我们在前线作战的这些班组来提供支持的。那具体能够提供哪一些方面的支持呢？这款车辆可以与我们班组共同构成班组作战单元，遂行弹药给养、物资器材等伴随保障任务。必要时，它还可以随行伤员输送任务。它具备自主跟随人员、车辆机动的能力，可以说就是给我们一线战斗班组增配了一辆无人驾驶的物资车，从而提升我们一线战斗人员的持续作战能力。我看这个班组支援无人车上还专门配了无人机以及机械狼，那它们的应用场景是什么样的？这款无人机呢，具备对任务区域长时持续侦察监视能力，主要用于巡逻侦察，对可疑人员的定位以及喊话，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巡逻执勤部队的执勤手段。最后呢，这两批机械狼可以适应多种作战环境，可以在侦察、打击、保障等各个方面为我们军事行动提供助力。同时啊，它可以灵活切换疾跑、静默等多种模式，以适应不同的作战需求。